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。要向往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装飞扬，逆过冰雪难量，忘了有缘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中间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父皇，免礼。带人犯。结硕申吏部家里见过皇帝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了，你说你要出手，到底出手何人？家里要出手崔乙，崔乙本与我们乌洛首领谈妥了，只要我们退出白水关，就会私下给我们盐和铁器。但他背弃承诺，不仅追杀我们和方工部，还硬说我们2个部落的老弱妇孺是精兵强将，割下他们的首级充当战绩。陛下，此人乃崔乙俘获的申吏部首领，战败嫌恨，叛污大将，所以才作此言呐！胡说！我们结硕人是最直爽的，打不赢就是打不赢，输了就服气。崔乙明明答应只是假打一场，他却杀了我全部族老弱妇孺，我怎能服气？那崔乙在时，你为何不当庭揭发？那时未见过天子，不知陛下如此宽厚仁慈，不仅赦免了我的性命，还赐我衣裳，令我在京都居住。这时我心中才明白，崔乙所做之事，并非是皇帝陛下所吩咐的，而是他自作主张。朕就说，以德感之，必定会报之以德。你们看看，这个家里，就是被朕感化了。陛下，崔乙乃我朝大将，崔家世代镇守营州，而且与他们连年交战，崔乙没有理由与他们勾结呀。陛下，所谓养寇自重，武将从来都是以战功胁迫朝廷。他崔乙怎么就不会与结硕勾结呢？这家里说得清楚明白，崔乙杀了其老弱冒充军功，就这一条就是欺君罔上。此言荒谬！崔家子侄死于结硕之手百余，而且崔乙的结发妻子为了守城力战而死，被我朝敕封为武烈夫人。他与结硕有血海深仇，你说崔乙如何会与他们勾结呀？陛下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白水关大捷来得太巧了，怎么就那么巧？崔乙的养子刚劝降，白水关就丢了，而崔乙的大军偏巧就在那左近，如同等着立这场大功一样。臣以为当彻查此事。臣更不明白，为何裴大将军不知崔家军军务，却百般替崔乙辩解？难道也有此等冒功欺君之事？你含血喷人！哼，若不是心虚，怎么裴大将军就一口咬定崔乙与结硕并无勾结？这等十恶不赦的大罪，难道裴大将军能用身家性命替崔乙担保不成？这等大罪，
难道有裴大将军担保，就不应该彻查清楚吗？你胡说！够了！文武相结，非朝廷幸事。你既然口口声声说崔乙与你们勾连，那又是如何与你们勾连的？派遣谁去乌洛密谋？既有密谋，你又从何得知？你既得知，那崔乙为何没杀了你？崔乙遣其义子柳成风为使，与我们乌洛首领密谈。我是乌洛首领的亲侄子，所以他曾经私下告诉过我密谈之事。崔乙不杀我灭口，是因为他不知道我知道他与乌洛首领有勾结。你是我朝的俘虏，陛下开恩，赦免了你的性命，但你贪污我朝大将，就这一点，就够被处以极刑。还有，你不要以为你死了，就可以一了百了。我会亲自带兵，踏平你们乌洛的王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就凭你的一面之词，就想污蔑崔乙大将军？崔乙的儿子柳成风也出手了，不妨把他叫进来问一问，他知道的比我更清楚。好了，带柳成风上来。是。柳成风带到。有罪之人柳成风，拜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既已出手，那就好好说说，崔乙和接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。崔乙与我说，想保全崔家军的实力，不愿与接硕交战，又担忧朝中迟早会撤裁崔家军，想要做两全准备，因此派我与乌洛密谈，由我佯作劝降，卖了白水关，这样我便可以留在接硕，给崔家军留一条后路。但其实崔乙早就与乌洛谈妥，由他领兵至白水关，乌洛佯作战败，如此崔乙便立下大功，这样朝中也必不会撤裁崔家军，崔乙亦可进退自如。一旦朝中有裁撤之意，便令接硕滋扰边境，而崔乙也答应会暗中供给接硕紧缺的盐、铁器等，养寇自重。那你为何今日出手啊？崔乙以我为棋子，卖了白水关，又令我背负骂名。我深感难以面对九泉之下亲生父母列祖列宗，但更因崔乙寡廉鲜耻，却高居庙堂，世人都以为他是有功之臣。罪民自知，万死莫属。但罪民身为天朝子民，不能通敌卖国，这是最后良知。因此，大义灭亲，出手检举。柳成风啊，柳成风，崔乙对你有养育之恩，你怎么能够为了一己私利，如此污蔑他？太子殿下如此维护崔乙，难道不正是因为一己之私吗？陛下，崔乙曾在两王之乱中救过陛下的性命。如果他要通敌卖国，又为何如此？若不是因为他与接硕勾结，又怎么会那般及时赶到相救于陛下？陛下，这与大捷一样，
都是他勾结接硕、贪冒功劳的铁证。对，说的有道理，哪就那么巧，次次都让他赶上。陛下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命崔大将军即刻还朝，查问清楚，便知分晓。这崔乙匆匆离京，焉知其中是不是有诈？陛下，只能遣重兵，先将崔乙索拿回京，更要防止崔家军作乱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小姐，咱们要不要赶紧走？我们只要一走，就会落人口实。可是不走的话，大将军只会更加担忧你的。这是一张精心织就的大网，敌人从四面八方而来。现在我们在明，敌人在暗，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机关陷阱在等着咱们呢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在想，只要父亲能够顺利回到瀛州崔家军大营，朝廷一时半会儿也不敢将父亲怎么样。到时候，再慢慢想法子吧。眼下殿下还没有出宫，要不等殿下回来之后，你们再商议商议。不，当此贤义之时，他又是储君，事情又牵扯到两王之乱，本就瓜田李下，最是微妙，不要把他卷进来。还是避嫌为好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想这么多呢？他处处为我着想，我也应当为他着想一些才是。十七郎。我出了宫就一直在等你，等到半夜也没见你去。你这府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刚一路进来如履平地，万一有刺客怎么办？因为十七郎是最好的斥候，所以才会如履平地呀。这要是换做旁人，早就变成刺猬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不信。来人！下去吧。现在信了吗？信了，信了，这回我放心了。殿下大半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检查我的防护吗？我担心你和崔大将军。这等阴损的招数，也只有阴险之辈才想得出来。他们未达到目的之前，是不会行刺我跟阿爹的。阿爷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来人呐，入水了！那是哪里啊？突然走水了。是大理寺。走了。陛下驾到！惊扰了陛下，臣等罪该万死。连大理寺都有人敢闯进去，我这个做皇上的，睡不安枕也是应该的。好了，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一伙贼人武艺高强，黑衣蒙面闯入狱中，狱卒被杀14人。接说审理部首领家里被刺死，柳成风重伤，幸得禁军及时赶到，与那伙劫狱的贼人力战，贼人被歼3人，原俘获4人，皆立刻服毒身亡，走脱数人。
所用武器、衣着、物品，臣等悉心查验，皆无任何线索。哼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杀人，干得利索。贼人放火，大概是想将所有人和证据付之一炬吧。幸而禁军及时赶到，将重伤的柳成风救了出来。不过他受伤太重，还不能问话。都已经这么明显了，这伙贼人就是崔乙派来的，目的就是杀人灭口。裴宪，臣在。你亲自带一队人马去追，要是追不着，就不必回来见朕了。陛下，裴大将军年事已高，这般彻夜奔波，让裴元去吧。也行，即刻去裴府传旨，让裴元带一支精兵，务必要把崔乙追回来，不然朕就问他的罪。是。陛下，若此事真是崔乙所为，只怕他留在京中的那个女儿也是主事之人，不如立即将其传来问话。他不是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？今晚我就在他房中，他自然不是。不知羞耻！啊，陛下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少年人一时情热，迟迟忘归也是有的。孤男寡女，三更半夜同处一室，还好意思说出来？这个崔氏女，她就是一个狐狸精，带坏了朕的太子。是我闯进他府中，我翻窗进去的。今天我就把这话说明白了，我就要娶崔琳为妻，谁劝都没有用。她是我唯一认定的太子妃。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生下你这么一个冤种，是上辈子结的仇，这辈子来要我的命的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慎言呐！如此会寒了太子殿下的心呐。朕算是明白了，他只要气死朕，啊，他自己就可以当皇帝。我这样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太子殿下，就认个错吧。陛下毕竟已经有了春秋，我说殿下为人臣，就算是为人子，也不当如此啊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要不你就去把崔大将军追回来，追回来之后查清原委，一切不都了结了吗？对，不用裴元，你亲自去，只要把崔乙追回来，朕就还认你这个儿子。要不然，朕就一头撞死在这个柱子上。陛下，陛下！太子殿下，你就听老臣一句劝吧，去把崔大将军给追回来。陛下圣明，他是不会冤枉一个忠臣的。你要是追不回崔乙，朕一定杀了崔氏女。你要有本事，就杀了老子，自己当皇帝。还不快去！小姐，外面不知道为何，小裴将军带着人把咱们府严严实实的围住了。小裴将军带着人，他没说要进来见我吗？没有，
他只让我进来告诉你，说他带着禁军来的，让我们府内的人暂时都不要出入。天都快亮了，也不知道阿爹现在过了越州没有。咱们要不要派人先去问问殿下？不，李逆现在怕是已经不在西长京了。大将军，过了前面那个隘口，就到市州地界了。青碧河东侧就有我崔家军重骑，现已得令前来接应了。只待两下里会合之后，咱们回瀛州，自当是安然顺遂。走吧，早点跟大军会合，早是安心。是。说已经过去7、8天了，李逆能不能带崔乙回来？哎呀，这不好说。通敌卖国可是大罪，太子若能把崔乙带回，陛下一定要彻查到底呀。顾相说的有理，崔乙若通敌卖国，必赐他死罪啊！只是太子对崔氏女有情，若是太子非要娶她做太子妃，那崔乙这个罪可就难治了呀。不如趁这个李逆如今不在西长京，朕赐婚一名太子妃，这样就生米煮成熟饭了。这太子殿下不在的话，在礼法上是不能册立太子妃的。那梁帝呢？梁帝是不需要太子亲迎的，而且最要紧的是，梁帝再升一级，那就是太子妃了。哎呀，到时候让他们册立一下就行了。陛下此计约莫可行。顾相啊，顾相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体谅朕的。你家婉娘是一个好孩子。朕也不忍心委屈了他，可是现在不是事态紧急吗？只能让他先做梁帝。等李逆一回来，朕保证册她为太子妃。什么？不可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陛下，臣的女儿怎么能够配得上太子殿下呢？请陛下您收回成命吧！万万不可呀，陛下！顾相啊，你为相10余载，对先帝、对朕，那都是忠心耿耿。哎，朕知道此事委屈了你们家的女公子，但是现在事态紧急，除了你，朕还能相信谁呢？若是顾相你不答应，陛下。不是臣不答应啊！此事若是传了出去，旁人会说臣为了攀龙附凤，将自己的女儿硬塞进东宫，以后您叫臣有何颜面出去见人呐？顾相，你这是要朕求你吗？陛下，臣为了陛下，本就可以万死不辞。些许流言和骂名，臣为了国朝，不应计较。好，这就对了啊！小裴将军送来的，还有今日的瓜果蔬菜，他居然还问我，咱们还缺什么？他不过是尽他的职责罢了，何必跟他生气呢？可是我们大家都那么相熟了，他倒好，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带着禁军就把咱们府前府后围得水泄不通的。又何必怨他呢？8成是李逆叫他这么做的吧？啊！
那就更可恨了。他自己去追大将军了，还派裴玉元在这儿看着咱们，这都多少天了呀？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桃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在京中的人手少，李逆让裴元围了此处，总比其他人围了这儿会更方便、更安全。女儿明日便要奉旨入东宫去了，父亲可还有什么话要叮嘱女儿？婉娘，你过来。婉儿啊，你知道，太子是个聪明之人。孩子啊，你此去不易呀。凭你的聪明才智，花上几年时间，总能够笼络住太子。只要生下个一儿半女，那就大局已定。你将来就是皇后。父亲，您就放心吧。前方有大雾，徐徐而行。哎，小姐，那你说，大将军会跟殿下回来吗？我不知道呀。那崔乙若真敢回来，就是钻进了笼子里面的老鹰，拔去了爪牙的老虎，在朝中，在京中，总有办法让他性命不保的。那女儿就放心了。是你，大将军，随我回去吧。有人攀污您通敌卖国，勾结接硕，望大将军随我回去，以解众人之疑。所以太子殿下，这是来劫杀我的？不是，我的马比您的马快，况且我持有皇令出城，可调动天下所有州县府的兵马。若我有意劫杀大将军，我早在宣州、齐州、淄州等处设伏。我既然在这儿等着，已经诚意尽显。你选的3个设伏的地点倒是不错，何不如你所言设伏，你我痛快一战。大将军若是这般回去了，朝廷从此必将崔家军视为朝中心腹大患，只怕届时会命我领兵。我实在不愿意与崔大将军兵戎相见。若你我一战，受苦的只会是百姓。大将军随我回京，我必定会倾尽全力，替大将军洗脱不白之冤。拜见母后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是婉娘绣的如今时兴的花样，给皇后娘娘做双袜子吧。这么精致，哪舍得做袜子？给顾良娣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难为你自从进了东宫，就日日都过来给我问安问好。成婚定省，这不是晚辈该做的吗？
刚才陛下还跟我念叨，说算这日子，太子总还有7、8天就该回来了。等太子回来，你们新婚燕尔的，就不必每天都过来了，伺候好太子才是。陛下，顾相，陛下，太子殿下领着崔大将军已经进了崇家门了。什么？太子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可真的把崔姨给劫回来了？大将军，阿爹，哎，阿爹，阿爹怎么真的回来了？回来了，进屋说去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崔大将军已经回府，崔府暂且无事，我就赶过来了。有件要紧的事，我得告诉殿下。什么事？殿下不在京中这几日，陛下赐给殿下一名良娣，正是顾相的女儿顾婉娘。什么？顾良娣已经在东宫了。良娣不比太子妃，只要礼部走个规程，就可以送进东宫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看你脸色，刚才定是为崔大将军的事情，已经顶撞过陛下了。如果再进宫去，因为顾良娣的事情和陛下闹翻的话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现在，洗脱崔大将军的冤屈，立崔小姐为太子妃，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吃饭吧。阿爹何必回来呢？我一想，你一个人在此，万一被那小子欺负了，我就回来了。怎么，阿爹回来晚了，害得阿银不快了？我知道，阿爹都是为了我才回来的。那些宵小啊，他们诬陷我，我此番回来就是要看看，到底是何等小人，敢行如此可恶之事。怎么了？我就是难过，阿爹您这样回来，不亚于是自投罗网。您知道，若您不回来，我和李妮就没办法结为夫妻。您就是为了我才回来的。你嫁不嫁他都不打紧，但阿爹可不愿背上痛敌卖国之名啊，也不能委屈了你。好啦，别难过了，阿爹没事儿。吃饭吧。殿下回来了，可要准备沐浴更衣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殿
殿下，求殿下救救我们小姐，不，救救我们梁帝吧！梁帝一听说太子殿下回来，便假装打发我去拿点心，然后他就自缢了。小姐，太子殿下来了，太子殿下来看您了，小姐，太子殿下来了。快扶我起来！实在是令殿下烦扰了。躺着吧。陛下赐婚，让婉娘做殿下的良娣。婉娘本想在家中自尽，但又唯恐牵连老父，有抗旨之嫌。想着殿下回来了，婉娘便觉得可以一死了之。没想到秋翠较快，又被他撞上。殿下，婉娘愿出家为道。你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歇着吧，好好将养2天。殿下，婉娘不愿令殿下和崔小姐生了嫌隙，自知是个多余的人，婉娘愿意一死了之。你年纪轻轻，何能言及生死？我见过太多人死在我面前，我却救不了。你知道这天下有多少人，只盼着这一生能够平安活着足矣，而你一个能好好活着的人，却要去求死。殿下，好好养伤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小姐，叫我梁娣。既不让我去寻死，又不顺势逐我出家，那以后我就是太子的梁娣。朝中已经吵了好多天了，今天陛下竟然真的下旨给崔仪定了通敌叛国之罪。太子殿下查了多日，却一无所获。但是此事其实只凭家里的口供，但偏偏那个家里被灭了口，如今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柳成风，一口咬死崔大将军。但现在呢，又无法和接树对峙，自然无法查证。这个局做得很老辣，摆明置崔仪于死地。但是父亲，太子殿下还在宫里，坚持说崔大将军无罪。你看这个天气，恐怕是要下雨了。父亲，太子殿下能劝住陛下吗？陛下对崔家妇女本就颇有成见，而且陛下对太子也不是很亲近，再加上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挑唆陛下，恐怕太子殿下劝不住他呀。陛下，陛下，
已经让太子在殿外跪了足有大半日了，再跪下去，只怕伤身。不管他，这个逆子每天上朝就知道逼朕，非要说那崔乙是清白的。他这么维护他，难道崔乙才是他的亲爹吗？哼！陛下，陛下这是气糊涂了。太子他也不过是为情所困罢了。这个逆子，朕替他选了那么好的良地，他居然看不上眼。我看他现在为了这个崔氏女，可以去替崔乙拼命。陛下莫要生气了。太子曾经受过重伤，伤愈不久，就出城去替陛下劫回崔乙。风尘仆仆，千里往返，纵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啊。外头下那么大雨，让他换件衣裳，免得着凉。就让太子先起来吧。让他跪着，他不是骨头硬吗？一直跪到他认错了才能起来。哼！陛下，你就只有这一个儿子了。殿下，陛下让您起来，命老奴扶着您更衣去。殿下，去告诉陛下，不还崔乙清白，不让崔乙之女做太子妃，我就不起来。殿下，您这不是让老奴为难吗？将我的原话告诉他。照我以前的脾气，我早就回老兰国了。如今没有办法抛下天下不管，让陛下好好想想，是污蔑崔乙重要，还是李逆的性命重要？快去！吃药了。这样的阴雨天，身上的旧伤最容易酸痛，怎么还站在外面啊？哎呀，确实，这身上又酸又痛，这雨下的真久啊！起来吧，就当是老奴求您了，老奴求您了，何必跟陛下赌气呢？您自己身子要紧啊，殿下，老奴求您了啊，起来吧。赌气，令大臣蒙冤，迫害忠良，非人君之气概。崔大将军，崔大将军可是救过陛下的命，我这叫赌气吗？陛下怎能行如此糊涂之事？中了敌人的奸计，他怎能如此畏惧？他怎能如此畏惧？
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